是上天在怜悯，时钟转啊转，把你带到我这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缘分转啊转，把我带到你那里，一档档接的题，辗转轮回相依。这是篦子，它有舒筋活络的功效，它可以剔除发间的污渍。像这种长方形的梳子，可以把我的长发打理通顺。这个呢，叫抿子，它是抹油用的，就像这样。这支嵌宝石点翠的花簪我很喜欢，使用的是金丝镶嵌跟点翠工艺。但是可爱的小翠鸟会因为区域而死去，所以真正的翠羽这叫蜡翅，戴在我的脑袋上。它是这样戴的，你看这个像不像正面？哎，这个是反面啊，就戴在头上，你看，就这样戴在我的脑袋上，在正中间就可以了。然后呢，大菊花插在左边。哎呦，对不起，对不起。这套仿制的是故宫院藏的慈禧太后所使用的描金带彩黄洋什锦书具。至于这个首饰，是从花丝镶嵌工作室借来的。李在早，你说吧。事发突然，我先客串了一下。我看过这次实拍的全部素材，主题不够明确，让人很难找准节目的定位。观众要看文物，有国家宝藏；要探寻历史文化，有上新了故宫。还有各种文化节目跟纪录片层出不穷，传承依托于苏州博物馆，又幸运地碰到了100年难遇的全国文物大展。可我们到底要让观众看什么呢？随便拍些文物，去非遗文化工作室取些素材，做个同质化的节目？李编导啊，继续。现在的节目主要集中在历史跟文物，可我认为文物终究是一件物品，观众真正关心的是人，是文物和人之间的联系。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5分钟短片引出古代文物，寻找这项文物背后的记忆，挖掘人和历史文化传承的故事。但我们的立足点是人，要给观众看的是故事。哎，以前我们开会探讨很多方案，这个开多久的会，写多长的文案有什么意义吗？明明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创意，干嘛非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李在早，你在刘大师的工作室又拍到什么了？请继续看。图案生动。你听听，想什么呢？这是什么？跟你说，你今后再在这儿瞒着我，在这儿自己学，我饶不了你。回去，回去。
刘大师的女儿。女儿这么有天分不肯教，却教那个没天分的儿子，真是个悲剧。得到拍摄许可了吗？刘小姐，节目的素材你全部都看过了，请问您考虑的怎么样？播吧。有文物、有人物、有故事，重男轻女是个好的主题。我不同意。为什么？之前我没有看过你拍摄的完整内容，但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作为拍摄者，你应该有最基础的底线。陶教授，刘小姐的话您都听到了，这是取得许可之后的正常拍摄。别的节目要写台本，我连台本都不用写，真相是什么样，拍出来就是什么样。至于从这段视频中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观众本身。我没有做任何虚假的加工和引导。顾总，如果你坚决要播放这段拍摄内容的话，我只能退出这次拍摄，抱歉。不是，陶唐，陶唐，鱼再早，都是你干的好事儿。陶教授，陶教授，陶教授，我不明白。你们得到了拍摄许可，就认为拍摄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播出。从法理的角度讲，这不是问题；可是从人情的角度讲，这是个大问题。文物损坏后，一流的文物专家可以进行修复，可是人心是天底下最脆弱的东西，一旦有所损坏，是很难弥补的。节目播出以后，观众的指责会对这对父女造成永久不可消弭的裂痕。作为被拍对象，他们缺乏对后果严重性的预知能力，可对于拍摄者的你，理应对未来的严重性有所预知。可是我的初衷是要帮助刘小姐啊！你真的了解刘老师和他背后的真相吗？掀开人的无言与墙壁，将自己的隐私毫无保留地暴露给观众，供他们口诛笔伐、饭后谈资。但是喧嚣背后，热闹散尽，止于伤痕累累，后患无穷。对不起，我还赶时间，先走了。陶唐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专家，要是他离开了这个节目，我也只能请你离开公司了。换句话说，你能不能留下来，取决于陶唐是否能够谅解你。对了，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了，刚才那个故事我特别的喜欢，我希望它能平安顺利的播出，明白吗？瞧这口是心非的奸商，还不是想让我去说服陶陶？早早，新工作还顺利吗？早早，你在听吗？早早。节目播出以后，观众的指责会对这对父女造成永久不可消弭的裂痕。早早，你还在吗？跟你说，你今后再在这儿瞒着我在这儿自己学，我饶不了你。回去。我饶不了你。回去。回去。The Suzhou Museum, located in the Prince Zhong's mansion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s a local and comprehensive museum in Suzhou. What is this code for? Hey, can I get closer? Oh, wait a minute. Hello, everybody. Please listen to me. Professor Tao. This is the pole pillar of the Buddhist shrine from the Song Dynasty, the treasure of Suzhou Museum.
which was found in Ryugyong Pagoda in 1978. The diameter of its crystal ball is 3.4 centimeters, with silver wires wrapped on both sides, glittering with gold, implying that the Buddha shines. It has more than 40,000 pieces of pearls and integrates with several kinds of skills, such as wood engraving, painting in gold, jade carving, string beads, and fine fabrication process for making gold and silver, which has been said to be the master of Suzhou handmade technolog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rofessor Tao, how many years ago was the Song Dynasty? Probably thousands of years. How many craftsmen were involved in the making of this? There are a huge number of them. As you can see, precious craftsmen, they are the keys to unlock the period of history. Yeah, I see it. It's amazing. 妈妈，我想吃蛋糕。昨天让你早睡觉，你不听话玩那么晚，不听话的小朋友没有蛋糕吃哦。The pagoda is divided into 3 parts: the Sumero, the Buddha's palace, and the Taoist. 果果，妈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按时睡觉，不让妈妈生气，我一定乖乖的。妈妈，这样一小块蛋糕好不好吗？这一小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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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块吗？好了好了，妈妈答应你了，就一小块啊。嗯，谢谢妈妈。走吧。Okay, that's all. Did I make myself clear?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Professor.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so much. My pleasure. It's really lovely. See you. See you. Bye. 陶教授，于小姐，不好意思，我现在真的很忙。你干什么你啊？陶教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能原谅我吗？你放手啊！于再走。你要是不原谅我，跟我回去拍摄，我就再也不起来了。小情侣闹什么矛盾呢？你可别这样啊！来来往往这么多游客，你就没有点羞耻心吗？我是真的很认真的请求你的原谅的。我现在说3个数，你要是再不起来，我绝不同你回去。那我要是现在起来，你就愿意听我的解释吗1。陶教授，跟我走一趟吧。你这个人怎么能够这个样子？我问你，为什么同意他们播出？为什么？你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逼我教你吗？你想什么呢？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实话告诉你，你就不是这块料。8岁开始，你手把手教他，可是教到现在，你看看他学出什么来了吗？我画的设计稿，您看都不看一眼，您就说我没有天分。我是没有天分，还是你根本就不给我机会？你这是狡辩！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同意他们播出？去，把袋子给我要回来！我不同意播。好，否则我就断绝和你的父女关系。姐，要不跟爸道个歉吧？你看给爸气的什么样？断绝父女关系是吧？那咱们就断绝父女关系。反正你就从来没打算教我。反正天底下又不是只有您会做这一行，我找别人学就得了。
姐。师傅，制作公司送来的样片。爸爸，我也想学，你教教我嘛。那你是一时兴起，还是要学一辈子啊？那什么叫学一辈子啊？在爸爸这儿，要学，就得一生干这行，没有中途放弃的道理。你看爸这双手，多糙啊！爸可舍不得我闺女这双稚嫩的小手啊！刘老师，现在不接待参观，请你马上出去。刘老师，这件事都怪我，事前没有沟通好。不过您放心，这件事情一定会得到妥善的解决的。明天我就去找刘小姐，劝她尽早回家。她回来干什么？我不想见她，我不想见她。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经济上多困难，可就是再困难，我也愿意花上半个月的工资，给他买娃娃，给他买各种玩具，不让他学跳舞。我让他学钢琴，后来供他读研究生。我就是这么疼他，我就是不愿让他受半点委屈。我给他买房、买车做嫁妆。你再看看他弟弟，什么都得靠自己。我怎么了？我哪点对不住他？我怎么就偏心眼了？刘老师，您知不知道他有什么朋友会在哪儿落脚呢？他没事儿。我去工美行业协会问了几家花丝镶嵌工作室和花丝厂的地址，让他去试试。你说什么？你在那干什么呢？你，我出去，滚！刘老师，走吧。可是他还没看呢。
时间的长河里徘徊着我和你，不同的天地上演着不同的结局，交错的时光里，我突然看见你所有的生命，就像是上天在怜悯。时钟转啊转，把你带到我这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缘分转啊转，把我带到你那里，一灯灯结个题，辗转轮回相遇。我不是要回来啊，只是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我得带走。我看出来了，你偷摸学了不少东西啊，可是都是些皮毛，精髓一点都没学着。你也没教我呀。过来。过来啊！拿出来吧，都拿出来。就你这点手艺，你能跑到哪儿去？你跑到哪儿都是给我丢脸。你看见没有？就差这一点儿，差这么点儿，它的效果就出不来。这是什么？这是功夫。
这就是精髓。哎呀，你看我这颈椎、腰椎现在都成什么样了？一旦犯起病来，站不能站，坐不能坐，躺着都疼。你以为这手艺活好干呢？一个女孩子，你说你干什么不行？找个轻松体面的工作，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不行吗？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自找苦吃呢？谁说女孩子就得娇生惯养，不能继承家业了？您这都是偏见。甭跟我说大话。你要是能给我拿一个省级的奖项，我就把这个工作室交给你。你敢答应吗？来，过来。陶教授，你看我这么做，你满意吗？嗯。为什么又把摄影师叫来了？中国观众最喜欢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啊！这样的镜头我怎么能错过呢？你现在还怪我吗？不怪。看准了，轻，走，对，有着这股劲儿，开了，敲打着惯性移动。很好。我做了一件好事，所以我是个好人，对不对？做了一件很好的事。陶教授，你是我见过最体贴、最善解人意的人，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当我在工作中忽略他人感受的时候，能不能给我提个醒？我会马上改正错误。即便你不说，我也会提醒你的。那就这样约定了。我答应你。那我先走了，拜拜。哎，我送你啊。不用了。哎，刘太早呢？他走了。七瑶，于编导才刚联系过你，你这么快就做好拍摄准备了？啊，没有，他一早就联系我了，我一直带着设备在车上等着呢。哦，有什么问题？啊，没什么，走吧。
的。至于吓成这样吗？哎，这上班的地方不是睡觉的地方啊！昨天晚上跟一编导去刘大师家补拍镜头去了，忙活到凌晨3点多了。不信您等他来了之后，您问问他去。那也要多注意劳逸结合啊，多注意身体，明白吗？谢谢木导。木导早。早。导演早。早，导演早。早。顾总早。那顾总早。哎，这个新来的鱼仔早，很勤快啊。多向人家学习学习啊！哎，别打瞌睡了。你赶紧起来把早餐吃了，这于编导2小时前就来了。啊？确实挺勤奋的。工作证和新人培训都做好了吗？你是说那个鱼？人力资源部要我亲自去一趟吗？不用，安排啊，这就安排。爸，我现在很忙，晚上再说。忙什么也要吃饭。今天中午抽个时间来见一下你的新妈妈。小顾先生，小顾先生，顾先生刚才心脏有点不舒服，正在楼上休息。收起来吧。好。怎么样啊，小顾先生，请放心。刚才顾先生感觉胸闷绞痛，但是又不肯住院，我已经给他检查过了，暂时没有大碍。不过呢，等他醒来以后，还是要再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谢谢谢谢。哎，好，再见。顾总是这样的，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只想告诉你，我父亲已经交过很多漂亮年轻的女朋友，我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把人给我照顾好了，让他时刻保持愉悦的心情。目前看来，你无法胜任这个角色，请你马上立刻离开。女朋友？我吗？怎么？难道你真的以为你能成为我小妈？哎，你就是石庸吧？严明的儿子。顾总，没来得及跟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小姨，你的新妈妈。爸，你没事吧？阿姨，你真的好漂亮啊！哎呀，第一次见面有点仓促，实在是抱歉。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一定好好聊。我还要工作，我得先走了。我父亲就麻烦你照顾了。嗯，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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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妈，瞧这臭小子那个尴尬样。喂，这么快到机场了？不用这么着急来公司，我可不希望我重金聘请的编导还没有开工就被累垮了。好，拜拜。和我们一起守望
传承。金丝翼上冠是北京13陵56年出土的文物，它属于明朝万历皇帝的殉葬品。今天咱们看到的是我们复制的。金冠分为3个部分：前屋、折角和后山。后山盘踞2条神龙，栩栩如生。龙首、龙身、龙爪都是由不同的工艺协作完成的。整个金冠以518根细金丝编织而成，再进行焊接和组装。精妙之处正是它的焊点成百上千，却难以被人们发现。金丝最细部分甚至达到直径0.22毫米，当时代表了明代的花丝精工的最高水平，所以至今呢都被人称赞。中国的传统的工艺叫花丝，在清代以前它叫蕾丝。镶嵌工呢是从西方，传教士带进来的中国的一种新的工业技术，它是不同的。我是16岁进厂学徒，现在干了50年花丝工艺了。我们把金丝能最细拉到0.07毫米，跟头发丝上下差不多。中国的花丝工艺呢，是以突出金工为主，它的贵重不是看它大小，不按金的重量来评判，它是看它的精工技术。跟西方的镶嵌不同，西方的镶嵌是突出宝石为主，它强调的是中间那颗宝石有多大克拉，都按重量算，这是不同的。这门手艺呢，入门很简单，如同孩子们学写字，会写很容易，写成书法家，那得需要漫长的思考和训练。好的手艺要比黄金的价值更高，没有10年8年的磨砺，是做不出来的。最近几年，花丝镶嵌开始受到重视，我也获得了一些认可，但是始终觉得自己和大师和了不起的这些称呼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一个手艺人，是坚守的手。这个老传统、老手艺，这是燕京8绝之一，可别撅在我们手里头，得想办法把它传承下去。我始终相信，传统不是过去式。它就像一片旷野，四处闪动着小火苗，那是匠人们滚烫的热情，还有他们手心里的温度。歌词顺了响，同饮着一条江，各泛出几层浪，分张如霜，披望，明堂徐上为红墙，中影有两方，非无法去敦煌，在故人的地方，塑造谁的模样，用一声长语